Hello， 我是大脸喵。之前有网友问我 ZBrush 中这个旧版的坐标系是怎么一回事，看着它呢就觉得特别的迷惑。这期就简单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方法。正常情况下按 W 就会进入到坐标模式，在这个模式下呢，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键就可以移动、缩放、旋转、操作，非常的方便。按下键盘的外键就会切换到旧版的坐标，在这个模式下呢，如果要移动就要按键盘的 W 键，缩放呢就要按 E 键，旋转就要按 R 键。这么看起来呢确实是比较麻烦，但是呢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。横向 X 红轴，纵向 Y 绿轴，纵深 Z 蓝轴。当点击红色的 X 轴，操纵杆就转到了这个轴向；当点击绿色的 Y 轴，操纵杆就转到了这边了。当点击白圈的时候，操纵杆就会回到 Z 轴的朝向，并且重置坐标到中心点的位置。按 R 键切换到旋转模式，当按住鼠标拖拽操纵杆的时候，它可以捕捉到模型的点上，这样呢可以起到辅助定位的作用。这个时候我点击白圈重新定位，坐标是重置到了中心点了，但是坐标本身呢歪了。这个时候应该咋办呢？点一下外键切换回新坐标，按住 Alt 点击重置，点击定位，再按下外键切换回来，坐标就完全的重置了。要操作它也很简单，从里到外是圈1、圈2、圈3。当我拖拽圈3外面的黄圈的时候，就可以调整操纵杆的位置。当我按住这个横杆或者中间的圈2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移动整个的坐标轴。移动坐标轴这个操作呢是没有办法 Ctrl+Z 撤回的，这里呢需要注意一下。最里面的圈1点击它的时候呢，其实和圈3换了中心点的位置，点一下圈3的黄圈就又换回来了。现在是在旋转模式下，当按住圈3中间的圈上下移动鼠标的时候，就可以在这个平面上旋转模型。当按住圈2中间的圈左右移动鼠标的时候，就可以在深度方向上旋转模型。按住圈1中间的圈上下移动鼠标，就相当于以圈3为中心去旋转了。这些呢操作都是不按住任何键的情况下。还是回到圈3，按住中间的圈，然后按住 Alt 上下移动鼠标，就会在操纵杆的长度范围内这样旋转模型。圈2按住中间的圈，然后按住 Alt 左右移动鼠标，就会在深度方向上旋转操纵杆中间的这个部分。按键盘 E 键切换到缩放模式，圈3按住中间就是普通的缩放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。圈2按住中间，这个缩放呢就比较奇怪，说不上来是怎么个缩放法，所以呢基本上也很少用，那这个呢就先过掉。圈1这个呢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就是和圈3调换个位置缩放，基本呢也用不到。然后就是按住 Alt 的相关操作，圈3按住中间，然后按住 Alt 向右拖拽，可以局部放大，向左拖拽局部缩小，但是如果呢向左超过坐标中心就又会变大，所以如果想再缩小一点呢，就再向中心点拽一次就好了。圈2按住中间，然后 Alt 左右拖拽，可以均匀缩放操纵杆的中间的部位。接着按 W 键切换到移动模式，圈3按住中间拖拽就是自由移动模式，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很少用到。拖拽的时候按住 Shift，这个呢是经常用到的操作，看起来像是缩放，但其实呢它是个移动的操作。如果把中心移到另一边再拖拽，就可以把模型拉长。圈2按住中间拖动就是移动整个模型，这个呢也就没啥可说的了。圈1按住中间拖动，这个就是裁切的效果了啊，也是经常用到，就相当于在新坐标下按住 Ctrl 缩放所达到的效果呢是一样的。然后就是最常用的一个功能，圈3按住中间，然后按住 Alt 拖拽，它就成了一种造型的方式了。
圈2也是同样的操作，按住 Alt 拖拽。这样呢，2个圈结合着操作，就可以做出很多有意思的形状。移动模式下还有一个特殊的操作，圈3右键按住中间拖拽，就可以做膨胀的变形。这个呢就相当于在新坐标里按住 Ctrl 去缩放整个模型。圈1这里按住 Alt 也是有一个特殊的效果的，但是这个模型呢看不出来。这里换一个球体，在移动模式下，圈3按住中间，然后 Alt 拖拽出这样一个形状。圈1按住中间拖拽，这个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裁切效果，但是当我按住 Alt 的时候，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效果。这个还是挺酷的，有点像陀螺或者是飞机的引擎。还有最后一个有用的功能，那如果想在这个斜着的管子上顺着它的方向去雕刻一些细节，这个就很别扭啊，因为它是斜着的。如果我能让它正过来，岂不是快哉？按键盘 W 键进入移动模式， Alt 键点击这个管子，接着 Y 键进入到旧版坐标，在横向的管子上按住 Shift 拉直操纵杆，接着 Ctrl Shift 点击白点，沿着倾斜的管子拉直操纵杆，按住 Ctrl 点一下白圈，那这个管子就正过来了。其实呢，这里操纵的是 ZBrush 的相机，然后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，雕刻一些自己想画的东西。当然，我这里呢只是介绍了它常用的功能，具体是使用新版还是旧版，这个就因人而异吧，没有对与错，只有合适与不合适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的你，我们下期见。